好，各位好哦。我们今天来使用的 Whisper 哦，Whisper 特别是在Hugging Face 哦，它这边有一个可以使用的一个平台。好，那这边的话，我们当然是可以先把我们的麦克风先开启哦。我们这选择的话，假设我们是选择这个麦克风哈。也就是这个麦克风，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来录音，好，然后看看，然后我们再试一遍看看，这次我们希望能够成功，那我们当然确认它是可以辨识的，好，那目前的情况，我们是采用中文的方式，语音输入，好的，那这边就 stop。那我们看一下，听一下声音 O 不 OK？好，我们再试一遍看看，这次我们希望能够成功。那我们的好，接下来我们就将它 submit 看看。那我们当然在这边测试的话，当然就是它的录音的时间不要太长啊。好，所以就刚刚的我们所讲的那一段话。那原则上这就是我们的一个输出。那我们是采用中文的方式语音输入，好，那包括我们也掺杂了英文，它也有辨识成功。OK，那这个是在Hugging Face 里面的啊，Hugging Face 当然还有其他类似的，你这边你只要打 Whisper。应该可以使用的，其实也是蛮多的那好，那这个是人家有去做，然后我们可以拿来试用的。那呃那接下来我们要谈论的是有关于我们如何在Google Colab 上呢，能够去对它做一些更进一步的一个使用。好，我们在进一步使用之前呢，我们再简单介绍一下哈。这个是有关于呢 OpenAI Whisper 的它一个介绍的一个页面这边呢，我们当然可以去读它的一个 paper 它 paper 的部分呢，其实这边我们看标题，大概就知道它是 Robust Speech Recognition via Large-scale weak supervision 这个是有 paper 的。那它这边当然有列出他们的一个大概的一个做法。那这边我们特别要讲的，它这里的所采用的 activation function 是所谓的 GELU 那这边它当然我们也有使用一般的机器学习的一些实际情况当然可能要花点时间去把这 paper 再把它读一下。好，那我们这里就很快的看一下它到底它的一个成效是怎么样。那这边也就是它的所谓的 GitHub 在 GitHub 上的一个情况那这边主要是讲的有关于它的 code 的部分。OK， 那这个也是在刚刚我们所显示 paper 的部分呢，其实有出现它的里面的一个图好，那它这边呢有讲你要做它的一个 set up 的一个情况呢，他们如果是根据他们的使用，他们是在 Python 3.9.9 的一个版本。那 PyTorch 的话是 1.10.1 如果你在自己的机器上你想要去建构这样的环境，那它这边也告诉我们，也就是只要是 Python 3.8 到 3.11 之间的话，它应该都是支援的。那最近的 PyTorch 的版次也是有支援的。好，那安装的话，当然就是我们采用 pip install 的这样的一个指令减大 U 这个当然就是如果你
之前有旧版的话，它会更新。那套件名称就是 OpenAI-Whisper。当然你也可以直接去采用其他的一个方式哈。那我们在 Google Colab 上呢，当然是不会去预装这样一个软体，我们待会会展示一遍。好，我们大概怎么做？这边下面也有告诉你，如果你的电脑是 Ubuntu 或者是 Debian 的电脑，或者是其他 Linux 的电脑，或者是苹果的电脑，甚至是 Windows 的电脑，它的一个指令的一个安装的方式啊，它这边其实是需要 FFmpeg 啊，需要这样一个处理，一般来讲是处理语音还有影片常用的一个套件。好，这个是它已经训练好的一些 model，它现在应该是有到 turbo 的一个情况 ，turbo 的一个情形。那我们待会我可能会采用 large 啊 ，large 应该是第3版的一个情况。好，那主要是它这边有告诉我们所谓它的真正的测试的错误率啊，所谓的 warp error rates 啊，这个其实是蛮重要的。我们一般来讲，像这种语音辨识，它当然是会有一些错误的。那我们这边可以看到，它这边的一个情况。像是在这边的话，西班牙文，它如果是用large V3 的话，它错误率只有到 2.8。如果是看看像比较西方语文的部分，有的它的那个辨识成功的那个几率是很高的。好。这个部分呢，其实可以参考，像日文的话，错误率也是很低，好，韩文也是蛮低的，好，那这是它的表，它当然不是说每个语文都很准确啦，当然下面的语文甚至错误率甚至都已经要达到50%，一半的错误率啊，所以这个部分呢，当然要看你。它的一个成效。那对于中文来讲 ，Mandarin 这边应该是在左边的地方，在左边的地方。这边是所谓的 Common Voice Common Voice。它这边里面是特别是针对台湾TW 的情况，那正确率是超过90%以上。所以这个其实就很好用了，很好用了。那日文甚至我们的错误率要比日文还要低，也比在广东话要来得低。那如果是在中国大陆的话，它的错误率反而是比较高的。好，这边的话我们特别了解一下。好。那当然，它下面这里也有一些那个介绍的一个方式。好，那我们当然是第一个阶段，我们刚刚是先采用 Hugging Face 上人家已经做好的一个页面，我们去尝试。那当然，如果说我们自己来弄的话，当然是看能不能自己先试装一下，然后我们再看看，找一个比较长，也不要长度也稍微比较长一点的一个 MP3 的档，我们来测试。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切到这个画面。好，那我们在 Google Colab 上，我们当然是在这里，我们需要连这边当然是要连 GPU 啦，所以这个是蛮重要的，这个部分一定是要连。所以我们点到管理阶段的部分。目前是没有执行任何其他的工作所以要确认，因为我们执行 GPU 的话，我们再查看它的资源部分。
那我们这边点变更执行阶段类型，然后这边我们主要是要确定我们是采用 GPU， 采用 GPU。好，那当然如果说你有购买他们的一个服务，你当然可以用更好的一个 GPU 去使用。好，这边我们就把它点掉。那所以我们这边就开始连线，并且产生第一个字串。然后，因为它第一个命令格，它其实费时是最久的。好，好，所以现在应该连线好了。然后我们来看是不是会不会能够连上我们的显示卡？所以这个 NVIDIA Dash SNI 这个指令我们先让它执行一次。是确认是 OK 的。好，如果你还要在其他的去看，我们甚至还可以看 MVCC 的版次。这应该是浅 version。好。所以 MVCC 的版次这边也就是我们会采用 CUDA 的一个方式。那接下来我们就安装，因为你是在 Google Colab 上这边就没有所谓更新的问题，所以这个装它当然是抓最新的版本给你。那这个安装需要一些时间，好，其实也不会花很久。好，那因为我们知道这个 Google Colab 它的云端电脑，它那个作业系统呢是Ubuntu的所以我们这边呢，我们当然就可以去看，它目前我们所在的资料夹它有什么东西。然后目前的话来讲的话，应该就是一个资料夹而已。好，那基本上呢。我们今天主要是要介绍 Whisper 你就是说，如果你电脑灌好，其实你就直接可以把它当成指令去使用。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 Whisper， 然后再来检 help， 看看它一些有关于指令的一些基本的一些说明。通常来讲，很多软体它特别你采用命令列的方式。它多半都会有所谓的 help 这样的一个功能所以像这边我们看这里，我们甚至可以去设定它 output 的 dir 或者它 output 的一个格式。那我们可能等一下我们采用 VTT 这样的一个格式当然有些人喜欢 SRT 的也可以改用这样的一个格式。language 的方式你当然可以做一些设定。那这边当然是2个字母的是比较简短的，或者你干脆就把你已经知道那个主要语文是什么，你就把它名字就把语文的名称就把它打出来。其他有的我们并没有很常用我们因为这个主要是第一次先练习，所以我们并不会说每一个选项特别去讲好，所以这里面 help 这个当然是常用的。那它的 default 它是设为 turbo 它这边告诉你它的 model 的部分然后这里都是一些 help 的一个功能。好，
那下面呢，因为我们是用云端电脑，那云端电脑跟我们现在在本机端，我们必须要做一个沟通。第一个沟通是我们要把我们的档案传上云端电脑，所以我们需要这样的一个命令格，我们执行。那这是我们的一个 MP3 的档，大概是8-9分钟长。那主要是去说一个解一个问题啊，所谓找零钱的一个问题啊。那这边当然上传需要一些时间啊。然后下载好了，上传好了，上传时间大约是3分钟所以时间也算蛮长的。那所以我们这边当然我们看一下，这边当然也是 Python 的指令我们看一下我们的 FN 的原则上就是这个档名就是它的档名。我们再看一下我们这边有什么档案所以我们除了这个资料夹 sample underscore data 之外，我们还有这个 MP3 的档。好。下面呢就是我们的关键的部分我们关键部分呢其实就是用一个指令所以记得前面惊叹号因为我们是在 Google Colab 的环境，基本上也就是 Jupyter Notebook 的环境所以如果系统指令的话，就简单的话就前面一个惊叹号，然后我们知道我们的 language 是 Chinese所以这边你就不需要让它去猜了然后我们的 model 我们采用 large dash b3 我们的 MP3 的档为了避免可能的错误，所以这边就直接 Ctrl C， 然后 Ctrl V 把这个 star 把它替代掉这样应该就 OK 了。那这边呢斜线因为我们指令比较长，所以我们希望它的 output 的一个格式是所谓的 VTT 的格式，我们就可以让它开始去辨识那它这边有一点错误，所以我们看一下，所以我们这边因为漏打了这个 underscore format， 所以有时候这个指令错误也没有关系，错误我们就马上修改它这两个它会搞不清楚到底是哪一个，再来一次。好，所以他会先把所谓的他的 model 档先把它下载，这个 model 档当然是已经训练好的。我们看一下，它其实它蛮大的 2.88G large 第3版的训练好的档。然后它现在应该如果下载完之后，它就会试着开始去辨识。它这边有给一些警告字样这个目前来讲应该是不会影响到我们整个的程式的一个运行。然后，所以它这里应该就开始辨识辨识我们是讲中文的，那它这边会有时候会显示是简体中文或者繁体中文不一定这边是简体中文那就是它识别到哪里，它就会把那结果就直接在这上面显示。
这个 MP3 应该是8分多钟的啊。那之后的话，我们知道它这样的一个功能，知道它这样的一个功能呢，其实呢，可以比较更进一步呢，我们其实就对它的参数可以做一些微调或者怎么样的。那之后我们可能就采用Python 语言的方式来使用这样的一个套件其实会更方便一些不是只是采用命令列而已那毕竟程式语言它的一个弹性是比命令列的更大一点好。好，我们看，因为它是8分多钟的，那这个我们是采用 Large V3我们当然也可以采用其他的 model 来试试看它预设是用 Turbo 如果说你没有这个选项的话，它就是用 Turbo 的一个选项那这个当然就是说你个别可以去尝试它在这边的使用的状况，这边我们也可以看它在 VRAM 的使用状况，刚刚甚至快达到6GB 了，那这个好像应该就好了 ，OK， 所以这个是8分24秒的一个情况。好，如果说我们是采用其他的情形呢，我们把这个部分把它拿掉，换成 model， 比方说是 turbo 的情况，那我们看看。Turbo 的那个训练档就小很多了但它还是要下载。一样跟刚刚一样，都是会有警告字样的。好，接下来我们就等待看它大概它的一个辨识的一个结果。好，所以一样。好，那它这边 Turbo 版的话，它当然是会比较快一点。好，但我们大概知道它的一个运作的一个情况。好，那它里面这边的错误 Turbo 版的错误是比较略高一点。好，所以应该就完成了，好到8分44秒的一个情形。好，那我们就先谈到这边吧。好。